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节目开始，我们先来看一张图。这张图很多人都看过，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说出它的背景。这是2018年北约峰会的一张图片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指责德国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，就说了：“我们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去保护你们，你们却把数十亿美元付给俄罗斯。”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不愿意了，支着桌子就说：“我们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。”我们有权自己做决定啊，这就是这个图片的背景。其实背后说的就是德国和俄罗斯合作兴建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。我们今天呢就通过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一波三折的命运来说一下欧洲矛盾左右为难的处境啊。一方面呢想摆脱美国，但是又离不开美国；另一方面想亲近俄罗斯，但是又害怕过分的亲近俄罗斯，这种纠结的状态。说起北溪2号了，那肯定就有北溪1号啊。北溪1号是2011年已经投入使用了，长度是1200多公里，每年从俄罗斯向德国输送550亿立方天然气。当然，俄罗斯送往欧洲的天然气不止北溪1号这么一条管道啊，更多的是从陆地上运输的，有一条是从波兰输往德国的，更多的是通过乌克兰往欧洲送。后来我们知道，俄罗斯和乌克兰闹掰了。俄罗斯威胁要断掉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，乌克兰说了，你不给我天然气，我就把通往欧洲的天然气切断，毕竟管道从我的境内过嘛。俄罗斯没辙了，就说把供应乌克兰的天然气涨价50%。乌克兰说，过境欧洲的天然气我要收过路费，过路费涨50%，就这么僵上了。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一出了问题，北溪1号的好处就凸显出来了。乌克兰的天然气成本就高了嘛，相对来说北溪1号的天然气就便宜。于是呢，俄罗斯和德国就商量，咱们再建一条北溪管线，叫北溪2号。路线呢跟北溪1号一样，也是1200公里，每年的输气量550亿立方米。北溪2号对于俄罗斯和德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。俄罗斯我们知道现在主要靠出口能源吃饭，多建一条海底的天然气管道，降低对乌克兰的依赖，多挣点钱当然是好事。德国呢，以前只有一条北溪1号，输气量有限，更多的从乌克兰过境的天然气，德国没有什么控制权。现在呢，多加一个北溪2号，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气大概有一半左右都要过境德国。德国手里有了一个总阀门，能够提高自己的好处。德国也很热心，未来呢还有可能建北溪3号，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会更密切了。现在的俄德关系可不是2战的时候的苏德你死我活的状态了，现在关系有向好的方向发展啊。咱们来看一张图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本来在俄国和德国的共同努力之下，北溪2号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，2015年开始兴建，但是这2年风波不断，特别是去年是建了停，停了建，建了又停。最近呢1月17号，俄罗斯的一个反对派的领袖叫纳瓦尔尼被俄罗斯逮捕了。这一下欧洲不愿意了，欧洲要求俄罗斯放人，欧洲议会还威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。制裁首当其冲的就是北溪2号的项目。北溪2号到现在都已经快建成了，已经完成了94%，就剩160公里的管道了。这一耽搁又不知道拖到猴年马月了啊！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北溪2号的阻力在哪儿。有人高兴就肯定有人不满意，而且不满意的声音呢也是很多的。第一个就是美国。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建立，如果说美国不加以阻止的话，未来还会有北溪3号，这样俄罗斯和欧洲的联系，特别是与德国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，这涉及到地缘政治，美国人肯定不愿意啊，这一块咱们就不多说了。另外，美国本身也是天然气的出口大国，美国现在天然气的产量世界第1，要不说这个国家真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什么都不缺。美国的天然气呢，由于页岩气的技术革命，它的成本其实并不算太高，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差不多。但是美国的天然气想要运到欧洲，你得液化，然后装船送到欧洲之后呢，还得进转换站把液化的天然气转成气态，3折腾2不折腾，价格就上去了。所以美国的天然气比起俄罗斯来要贵个20%-30%左右，竞争不过俄罗斯的天然气。所以在2014年呢，美国把乌克兰忽悠瘸了，
这样呢，通过乌克兰过境的天然气成本提高，美国的天然气还算可以。如果说北溪2号再建成的话，每年550亿立方的天然气从俄罗斯送进来，美国就会少卖550亿立方的天然气，损害了自己的经济利益，这是美国不愿意的地方。另一个反对方呢，肯定就是乌克兰了。乌克兰手中握有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，多少算是一个人质。现在北溪2号如果建成的话，这个人质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。未来如果再建北溪3号、4号，乌克兰就彻底凉了。这样乌克兰手中就没有任何筹码去对抗俄罗斯，肯定是不愿意。另外呢，对于乌克兰，西方社会不可能不管。如果说放弃乌克兰的话，后果很严重啊。还有一个不愿意的就是波兰。我们说过了，波兰境内也有一条天然气管道，但是波兰不怕俄罗斯，因为境内呢有美国的驻军。不过少了过路费，谁都是不愿意的。其实呢，不光这些外部势力，欧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欧盟的大国法国对北溪2号也不太感冒。在欧盟里边，大国也就是法国和德国，但是法国现在比较尴尬。法国是政治上的大国，德国是经济大国。这些年呢，德国的经济一直比法国强。另外，国内也相对比较稳定，法国3天2头还闹个黄马甲，所以显得比较尴尬。另外呢，法国用美国的天然气虽然贵了一点，但是俄罗斯的天然气经过德国输到法国呢，也便宜不到哪儿去了。还增加了德国的主导性，所以法国也是不情愿的。不仅是欧盟内部，包括德国内部也是反对声音非常大。默克尔虽然是执政党的领袖，但是他这个执政党是一个联盟性质的。我们看一张图啊，德国的执政党其实是联盟党，它是一个政治团体，是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，也就是默克尔所在的政党，还有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联合起来的一个政党组织，它才占到了德国政党里边的微弱多数。但是我们看反对党绿党，它的支持率也很高啊，占到了 20.6%。绿党对北溪2号肯定是反对的，倒不是因为绿党对美国多亲近啊，德国人对美国也就那么回事，但是他更讨厌俄罗斯。另外呢，在欧盟境内啊，包括德国境内，对环保呼声都是挺高的。欧盟本来在巴黎协定里边就表态了，到2050年之前要实现碳中和，在欧盟的境内不再产生二氧化碳了。天然气呢，虽然是清洁能源，但是过度依赖天然气仍然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仍然会和俄罗斯的关系越走越近。就是这么一种复杂的心态，内部和外部的反对势力叫欧盟整体左右为难，特别是德国。默克尔是一心想办成这个事儿，但是掣肘的力量太多。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过去1年北溪2号所遭遇的波折，就知道阻力有多大了。首先，第一个反对力量肯定是美国。美国以前呢，就是采用游说的手段，就说服欧盟各方不要建设北溪2号，但是效果不大。于是，在2019年的12月20号，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就签署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，宣布对北溪2号的承建方进行制裁。消息一出，第2天，负责铺设深海管道的一个荷兰和瑞士的公司叫做 OC 就宣布退出了。没办法，因为这些承建方承受不了美国的制裁啊。到了去年的7、8月份，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就宣布对北溪2号所有的参与方都要制裁，哪怕你是为工程进行保险的金融公司也不例外。在这样的制裁之下呢，北溪2号事实上就停工了。这个时候俄罗斯就站出来了，俄罗斯说我不怕美国制裁，反正我也被制裁习惯了。最后就剩这么一点工程量，160公里，靠我自己的能力也能完成啊。于是工程就接着干吧。没干2天的出事了，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人投毒了。这个事儿欧洲国家就不愿意了，德国外长就站出来说，俄罗斯你要为这个事情说清楚，你要负责。你要不说清楚的话，北溪2号线就停掉。俄罗斯肯定是不承认的。纳瓦尔尼被人投毒这个事情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啊。纳瓦尔尼是在俄罗斯的境内被人投毒的，用的什么毒呢？是军用的神经毒剂。而且据纳瓦尔尼自己说呀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被投毒3、4次了，这就产生疑点了。在俄罗斯的境内被人投毒3、4次，竟然没有被人毒死，
你这看不起谁呢？克格勃虽然现在不比以前了，也不至于堕落到这个程度吧。再说了，在俄罗斯的境内用俄罗斯的军用毒气杀人，这不摆明了就是杀人者武松者也，这有什么区别？俄罗斯不至于秀到这个程度吧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事情呢，有可能是阴谋论，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北溪2号线啊。但是德国的总理默克尔是一个明白人，说这个事儿和北溪2号线不要扯上联系。于是呢，就在12月份，趁着美国总统正乱的时候默克尔就宣布重启北溪2号线的建设。这还没2天呢，又出事了。就这个反对派首领纳瓦尔尼刚从德国看病回来，回到俄罗斯被捉了。这下欧洲议会就又有事干了，北溪2号就又停了。北溪2号这么一停工，再开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眼瞅着就剩160公里了，愣是建不成。这其中谁受益谁受害呢？受益者肯定是美国啊，再加上乌克兰，受害者肯定是俄罗斯和欧洲，特别是德国。面对着各种反对的势力默克尔即使有心想办成，现在看起来也是无能为力了这就充分反映了欧洲一个很纠结的状态。一方面这个事情对自己是有好处的，另一方面呢，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没有办法去平衡，再加上自己内心对俄罗斯的天然恐惧，这事儿就办不成了。相比之下呢，中国和俄国的天然气管道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反例中俄的天然气管道，俄国境内3000公里，中国境内也是3000多公里，6000公里。虽然我们走的是陆地，没有走海底，但是毕竟距离在这放着呢。这条天然气管道2014年签署项目，2019年建成通气，这是什么效率？这就充分显示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，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，一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制度，它展现出来的效率。但是对于欧洲来讲没什么用，中国能做到的不代表欧洲也能做得到。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，再次恳请大家的弹幕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